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《所以和黑粉结婚了》。后准是炙手可热的顶流，他结束韩国行程来到上海开展工作。淼淼是娱乐记者，在后准抵达上海当日，他偷拍到某男星和女生约会。淼淼觉得这会是个大新闻，但该男星发现他后迅速离开。淼淼不想错失新闻，他和男星的保镖发生冲突，结果新闻不但没发表成，他还因殴打保镖被老板降职去做校对。淼淼不甘心，他想证明自己可以发表大新闻。他偷偷参加电影节，让他意外的是，他竟然撞见顶流后准和女星艾琳争吵。淼淼本想偷偷拍下视频，后准和艾琳发现了他。淼淼装作失明想蒙混过关，但后准知道他是记者。后准抢走了他的手机，问他密码想删除照片，但淼淼不想告诉他。后准一气之下摔了淼淼的手机。淼淼忍无可忍，想教训后准，结果他施暴的新闻又一次登上头条。因为后准和杂志社是合作关系，淼淼直接被公司解雇了。没有了经济来源，淼淼无法继续留在上海。好友劝他和后准道歉，也许可以挽回工作。淼淼权衡利弊后和后准道歉，但后准对他有很大的意见。他虽然在淼淼低声下气的恳求下勉强接受道歉，但却说这不代表淼淼可以复职。现在你知道，不是什么人都弄得去了吧？淼淼又被后准激怒了。淼淼想报复后准，他灵机一动，决定当后准的黑粉，向大众揭露后准的阴暗面。淼淼在网上搜索后准的黑历史，根据推断写出后准因为缺爱人格扭曲的帖子。淼淼信心满满等着后准被打击，但大家都很同情后准，支持他的人反而变得更多了。淼淼只好亲自上阵，他潜入后准的拍摄现场，偷偷在他的车上涂鸦。后准的粉丝们发现了他，淼淼跟粉丝发生冲突，被新闻大肆报道。他坐实了后准黑粉的头衔，然而后准却在采访中说根本不在乎淼淼的所作所为。淼淼听了后准的话，深受打击，他觉得自己的报复失败了。然而让淼淼更失落的是，好友因为要和男友同居，提出和他结束同租。淼淼没有钱支付额外的房租，在他山穷水尽时，他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被邀请参加明星和黑粉之前所未有的同居真人秀。淼淼被后准害得无家可归，他不想再和后准有任何瓜葛，但主办方提出会支付高额报酬，淼淼的态度立马转变了。淼淼想通过真人秀整垮后准，他信心满满的参加录制，但刚开始后准便说他有暴力倾向，讽刺他才是因为缺爱性格扭曲。这之后，淼淼被任命为后准的经纪人，他开车带后准赶通告时，不小心撞到了柱子上。淼淼看到后准被吓倒，他觉得好笑，但后准却因此断定他为了收视率故意撞车。淼淼为撞车的事道歉，后准讽刺他演技好，说他把愣头愣脑的初级经纪人演得很像。淼淼想跟后准理论，却撞见高翔和艾琳。高翔因代言的广告被后准抢走而生气，但后准不想抢高翔的广告，他因为公司施压才被迫接受。后准没有解释，高翔和艾琳离开了。之后的粉丝见面会，淼淼提醒后准尽快结束，但后准故意说要和粉丝1对1拍照，他把淼淼推下舞台，淼淼淹没在人群中，他的手受伤了。后准看到后，认为他故意装受伤博取同情。这之后，淼淼得知后准不住在他提供拍摄真人秀的公寓里，淼淼没有找到住处，他偷偷搬进后准的公寓。在公寓里，他发现后准和艾琳、高翔3人的合照，还看到后准和艾琳一起创作的曲谱。淼淼觉得小心点就不会被发现，但当他洗完澡，却看到后准回来了。他怕后准报警准备走人，后准却好奇他写的小说。淼淼的梦想是成为作家，他想把父母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。他简单给后准描述了小说内容，在闲聊中，后准知道淼淼为了生存放弃梦想当了记者，想到自己也有相似的经历，他没有要求淼淼在深夜离开。淼淼虽然感谢后准的收留，但他们紧张的关系并没有缓和。他在录节目时让后准难堪，又恶作剧不小心将他和后准靠在了一起。后准因为那集被折磨到发疯，
苗苗被他拽进了卫生间。之后他们尝试了各种开锁方法都失败了，后准被迫妥协，和苗苗去找开锁匠帮忙。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过后，苗苗陪后准飞去韩国。后准在节目中报复苗苗，故意让他吃超级辣的炒年糕，而苗苗晚上又撞见后准和艾琳见面，他偷拍了照片。后准让苗苗删除照片，告诉他以后不用再跟拍了，因为他和艾琳已经彻底结束了。苗苗觉得后准失恋了，他有些同情后准，所以第二天后准的采访要迟到时，他骑车载后准去现场。被主持人问及对后准的印象时，他也没有像之前那样诋毁，而是夸后准很专业。后准很意外，他感受到苗苗的善意，在回程的飞机上，他和苗苗和解了。但下飞机后，苗苗被后准的粉丝攻击了。真人秀播出后，后准的粉丝对苗苗充满了恶意，大家都很担心苗苗的心情。苗苗说自己没事，但后准看出她在逞强。他安慰哭泣的苗苗，和她敞开心扉。苗苗给后准讲了父母的爱情故事，后准也将他和高翔、艾琳的事告诉了苗苗。苗苗这才知道，后准原来要和高翔、艾琳一起出道，但因为后准出演了电视剧突然爆火，他被安排独自出道。那之后高翔离开了，艾琳选择和高翔一起走了。苗苗好奇艾琳既然没有选择后准，为什么总是见他？后准解释，男人本身对初恋是很快乐的。苗苗一直在收集后准的黑料，但现在他对后准的看法改变了。他删除了准备发表的黑料，而后准也意识到苗苗是因为他丢掉工作，他觉得苗苗很可怜。苗苗没有被邀请参加晚宴，但后准却让苗苗和他一起出席。他特意为苗苗安排了造型师。当苗苗盛装出现时，后准被苗苗的样子惊艳了。他送给苗苗一条项链，亲自为她戴上。当他们一起出现在记者面前，所有人都没有认出苗苗。后准先生，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士？你没看出来吗？是我的黑粉。苗苗记者。能和后准一起出席晚宴，苗苗很开心。但当他看到艾琳和他戴着一样的项链时，他觉得后准送他项链是想利用他气艾琳。苗苗把项链还给后准，没有听他的解释便离开了。苗苗离开后，高翔讽刺后准竟然喜欢苗苗这样的女生。后准觉得高翔在侮辱苗苗，他狠狠教训了高翔，但却因此上了新闻，工作被全面暂停。然而苗苗却突然被叫回公司，被安排进他梦寐以求的专栏组。高翔成了杂志社的合作伙伴，他要求苗苗继续揭露后准的黑暗面。苗苗不想再做伤害后准的事，他没有同意。这之后，后准的助理找到他，解释那条项链是他买的。当时他遇见艾琳，没想到艾琳会故意买一条一样的。虽然解除了误会，但苗苗觉得他和后准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他不想和后准再有瓜葛。但他删除的黑料被人恢复发到网上，一时之间大家都在讨论后准的三角恋。事情越闹越大，老板让后准回韩国躲一躲，但后准不打算逃避，因为报道的都是事实。苗苗知道高翔想让大家认为后准背叛了他和艾琳，他想以受害者的身份赢取大众的同情。苗苗觉得高翔很卑鄙，他教训了高翔。之后他找后准道歉，但后准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开车。后准变得郁郁寡欢，而苗苗也决定离开上海。走之前，他决定再次找后准道歉，但在后准的公寓，他遇见了艾琳。看到我在这儿，很诧异。对我跟那准的关系不是很清楚吗？苗苗听了艾琳的话，明白了他们的关系。他跟后准道歉后离开了。后准昨晚喝醉了，他不知道艾琳为什么会在他的公寓。然而此时艾琳表示想和他在一起。后准对艾琳已经没有感情，他让艾琳离开。哪个？苗苗不想因为他的报道毁掉后准。在离开上海前，他发表了一篇报道，以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，承认自己伪造了后准三角恋的虚假新闻。舆论瞬间逆转，大家都开始同情后准。后准看到报道，他知道苗苗为了帮他辞去了工作，他去找苗苗，
但淼淼却不想见他。淼淼决定回家乡，取票时她发现机票被升舱了。淼淼以为是自己运气好，但当她睡醒后，发现后准坐在她旁边。淼淼很惊讶，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，后准邀请她写剧本，他想将他父母的爱情故事拍成电影。淼淼知道后准是为了帮他实现梦想，他不再隐藏自己对后准的感情。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见。